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傅永喜代先生所著的《血流决定一切》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如何通过饮食改善血流，让身心焕发年轻活力；第二，血管恢复弹性年轻化的终极食品。首先是第一部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血流，让身心焕发年轻活力。如果我们希望促进血液循环，把氧气和营养顺利输送到全身细胞，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哪些饮食有助于改善血流，并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摄取这些有益的食物。事实上，体内血液的质量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饮食习惯，谁能控制饮食，谁就能控制血流，从而掌控健康。因此，我们需要提升对饮食的重视度，做出科学有效的调整。我们每天进食，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摄取蛋白质，这是因为人体的细胞寿命短，旧细胞会被排出，新的细胞不断生成。像头发、指甲、皮肤，我们都能直接看到细胞的更新，即便是心脏、血管等重要器官，也在日复一日慢慢替换细胞，而这正是依靠蛋白质来完成的。所以，蛋白质是3大营养素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年人每天大约需要体重公斤数乘1克蛋白质。例如，60公斤的人每天需要60克蛋白质，才能保证细胞更新和血管强健、血流顺畅。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其中有9种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必须依靠食物摄取的必需氨基酸。也就是说，约有1半的蛋白质成分我们无法在体内自行制造，必须从饮食中摄取。因此，这些必需氨基酸是我们在制定饮食习惯时特别需要重视的营养素。既然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这些重要的必需氨基酸，那么从外部摄取就是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行的方式。然而，高蛋白的食物通常热量也较高，如果单纯依靠数量来补充蛋白质，反而可能导致热量摄取过多，引发肥胖问题。因此，更聪明的做法是优先选择那些含有丰富必需氨基酸、氨基酸评分高的食材，来高效地补充蛋白质。其实，人类在漫长的生存历史中，早已通过食物搭配优化了营养平衡。像西方的面包与肉类组合，中东的麦子与豆类，中南美的玉米与肉类，这些传统饮食方式，都是为了从有限的食材中，最大限度获得完整的必需氨基酸与其他营养素。同样的，日本传统饮食也是一个优秀的营养搭配例子。如果想改善血液循环，提升健康状态，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坚持传统的日式饮食。例如，白米饭、味噌汤，再搭配一道小菜。米饭虽然本身蛋白质含量有限，但搭配大豆制成的味噌，就能弥补这点不足。而味噌本身富含必需氨基酸，是非常出色的蛋白质来源。至于小菜的选择，可以参考氨基酸评分这个指标，它是衡量一种食物能否提供完整必需氨基酸的评分，分数越高，代表蛋白质质量越好。作者特别推荐氨基酸评分满分100分的食材三文鱼。三文鱼不仅含有丰富优质蛋白，还富含对血管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他推荐的高蛋白食材还有青鱼、秋刀鱼、鸡蛋、咸子等。当然，饮食不能总吃同一种食材，可以根据季节和个人口味，轮换搭配不同的鱼类、蛋类、豆制品等。同时也要重视植物性蛋白的摄取，比如蚕豆等豆类富含丰富的必需氨基酸，建议将这些食材融入日常饮食中，提升蛋白质摄取的多样性和均衡性。接着来说说味噌汤的重要性。味噌是由大豆发酵制成，富含优质蛋白、碳水化合物、脂质，外加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钾、钙、镁、铁、锌等矿物质与膳食纤维。而且，发酵过程中，大豆中的蛋白质和碳水会被分解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氨基酸与葡萄糖。因此，
味噌汤是一道兼具营养与易吸收性的优质食物。此外，作为发酵食品，味噌还能帮助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肠道环境，进一步促进身体代谢。因此，养成每天喝一碗味噌汤的习惯，对健康大有裨益。至于味噌汤的配料，种类丰富，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以下是书中特别推荐的2种食材。第一，咸子。咸子味噌汤不仅美味，而且咸子富含高质量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特别是含有对肝脏有益的氨基酸鸟氨酸，有助于缓解宿醉。此外，咸子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2， 有助于造血，改善血液携氧能力。咸子还能冷冻保存，方便随时使用。第二，豆腐。豆腐味噌汤同样是经典搭配。豆腐含有优质蛋白和色氨酸，这种氨基酸是合成血清素的原料。血清素被称为幸福激素，有助于稳定情绪，缓解精神压力。一天劳累后，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豆腐味噌汤，能有效放松身心，舒缓疲劳，也间接帮助抗老化。这2种食材也可以一起加入味噌汤中，风味更加丰富，营养互补。关于盐分问题，不少人担心味噌汤的盐分对血压有影响，但日本高血压学会指出，味噌汤摄取频率与血压之间并无直接关联。相反，适量饮用味噌汤还有助于改善血管弹性，延缓血管老化，甚至可让血管年龄年轻10岁。当然，如果医生特别交代限制食盐摄入，仍需遵医嘱调整。接下来是第2部分，血管恢复弹性年轻化的终极食品。我们来讲解如何通过饮食让血压恢复年轻，重获血管弹性。从日本饮食文化出发，我特别为大家精选了4种能帮助血管恢复弹性、保持年轻状态的终极食品。第1种食品是纳豆加葱。纳豆是一种能够有效预防脑梗塞、心肌梗塞、深静脉血栓等血栓相关疾病的健康食品。这主要得益于纳豆中所含的纳豆激酶，这是一种强力的溶栓酶，能有效溶解血栓，保持血液顺畅，预防血液凝固。纳豆食用方法也很灵活，除了拌饭，还能加入味噌汤，或者搭配其他日本料理，简单方便。研究发现，晚上食用纳豆效果最好，这是因为夜间是血栓最容易形成的时段，而纳豆激酶的溶栓效果能持续数小时，能有效预防夜间和清晨突发的心肌梗塞、脑梗塞。另外，纳豆不能加热，因为高温会破坏其中的纳豆激酶，影响效果。如果再加入葱，效果更好。葱中含有的成分能够抑制血小板凝集，进一步防止血栓形成。第2种食品是洋葱加西兰花。刚才我们讲了如何通过食物清理血管中的堵塞物，现在要说的是如何让血管本身保持弹性。这里的关键是多酚。多酚不仅抗氧化，还能帮助血管柔韧年轻，尤其是细动脉，它掌控着血压和血液流速，关系到全身氧气和养分的运输。而洋葱和西兰花正是富含多酚的代表性蔬菜。除此之外，像生菜、李子、梅子、葡萄等水果也含有丰富多酚。多吃富含多酚的食物，有助于预防血管硬化，保持血管健康年轻。第3种食品是卷心菜的外叶。大家一定知道，苹果切开放久了会变色，这就是氧化现象。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一样，每天都会发生氧化，导致血管硬化、皮肤老化。要对抗氧化，必须摄取抗氧化物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而卷心菜就是一种非常平价又容易取得的抗氧化蔬菜，特别是卷心菜的外叶，因为长时间接受阳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别把卷心菜的外叶扔掉，可以和其他菜叶一起切丝，搭配富含维生素 E 的杏仁，制成简单沙拉，一次摄取多种抗氧化物质，既护血管，又防癌。当然，
不仅卷心菜，多种蔬菜水果的均衡摄取才是关键。第4种食品是羊肉。前面介绍的食物是直接改善血管和血液状态，这里说的是通过预防肥胖，间接改善血管健康。很多人一到中年，基础代谢下降，肚子容易堆积脂肪。肥胖不仅是外形问题，更会压迫血管，让血管变窄，血液不畅，导致血压上升，心脏负担加重，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这里的关键营养素是肉碱，它能促进脂肪燃烧，但必须配合运动效果才好。而羊肉就富含大量肉碱，同时脂肪含量相对较低，适合想改善体型、保持血管年轻的人食用。虽然羊肉有独特味道，但如果喜欢，建议适量加入饮食，有助于脂肪代谢，保持血管健康。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